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关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开始上官教你调避震系列视频课的中级课部分。如果你看到这儿，说明你的初级课已经看完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课程是环环相扣的。如果大家想要从中级课开始学习，但没有看过初级课的话，那也许你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卡住，因为有一些关键性的理解的点是需要我们通过初级课的学习之后，才能在学习中级课的过程中理解得更透彻。好，所以我们在学习中级课之前，我们需要首先做到的是复习初级课，其次在讲中级课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明确一下我们的预载调硬或调软是什么样的体感，因为中级课我们讲的就是避震设定和我骑行中的体感挂钩，什么样的体感对应什么样的调节，什么样的问题对应调节哪里 OK 能生效，这个是我们中级课要学习的部分。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预载的硬或者软是对应什么样的体感，同时回弹的快或者慢对应什么样的体感，压缩的硬或者软对应的是什么样的体感，这个我们要先知道。首先来说一下预载硬或者软是什么样的体感。那如果你把预载在静态状态下把预载调的比较硬的话，那你坐上去就是还是静止状态下啊，坐上去你会觉得这个车支撑性变强了，因为我们的弹簧被压缩了，压的越多代表预载越大，压的越少代表预载越小，所以它会软。那么预载越大，你坐上去就会觉得有一点点硬，或者调得多就会觉得很硬。预载软，你坐上去就会觉得软，车身下沉的比较多。但这仅仅代表的是静态状态下，你如果预载大，但是阻尼压缩阻尼很小的话，你骑起来猛给油的时候，一定会觉得后边塌或者前边的，刹车的时候车头沉得快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阻尼没有调。所以预载的软或者硬，它更多的体现在静止状态下，你会有明显的体感。同时预载调得越硬越大，弹簧压缩的就越深，那么它想要弹回来的这个欲望就越强烈，所以你的回弹它会变得越来越快。那如果我不想要那么大的回弹呢，就需要同时增大回弹阻尼，让弹的这个速度变慢。这个是回弹阻尼的作用。所以引申到下一步，回弹的快或者慢是什么样的体感？那回弹快，大家很多人都能体会到。OK， 我过一个颠簸的地方，我的屁股被弹起来了，或者我的这个车头顶我的手，非常的难受。这样弹得快，那弹得慢带来的体感就是觉得前后轮没有什么抓地力，或者你感受不到轮胎跟地面有明显的这种抓地力，或者是比较好的摩擦力，觉得心虚。这个是回弹慢，它不能给轮胎更好的怼在地上的力量。OK， 这个是回弹慢的体感。那回弹快呢，还有一个体感就是你如果是放在车头的话，你会觉得车头不好控制方向，当你给油的时候，车容易外抛啊，或者是车头起来的会特别快，这个是回弹的快或者慢带来的一些初级的体感。那压缩的硬或者软是什么样呢？咱们以车头为例，如果压缩阻尼很大，那你去刹车或者原地压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车头很难下去啊，这个手上这个阻力会非常的强。如果在车尾的话，你猛给油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后边的支撑性非常强，同时觉得路感很清晰。那如果你调得越大，就路感就会越来越清晰，任何一点点细小的这种路面的质感的反馈都会传达到你的屁股上。所以压缩阻尼的硬或者软，最直接带来的就是刹车给油时候的支撑性以及路感的反馈。压缩阻尼的软或者硬带来的一些初级体感。好，我们基础的了解了一下不同的设定带来的一些体感之后，是便于我们马上要引入的不同的骑行状态下，我的体感如何 ？OK， 跟这些的设定是息息相关的。中级课的第一课中，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，我们今后所有的课程说车头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默认的都是去设定前减震，说车尾的时候，我们都默认的是后减震。同时，在我们调节压缩阻尼或回弹阻尼的时候，我说的一格，因为有些减震它的调节是有手感的，就你拧起来是嘎哒嘎哒嘎哒的有手感。OK， 这个我们统称叫一格。但像舒瓦呀，或者像一些其他的安德烈尼一代呀，或者一些其他的产品，调节起来是没有手感的，就是你怎么拧它都手上没有感觉。那我们就论圈儿，那我后续所有说的一格约等于那种像舒瓦 KYB 之类的这种，它的1/4圈就等于一格。大家在这个地方做个笔记，之后我所有的视频里边可能只会说到一格或者半圈之类的。如果我没有细讲的话，那所有的一格约等于那个阻尼的1/4圈，因为牌子不一样。我们中级课所有的内容，因为涉及的是骑行中车辆的动态
或者叫人身体的体感和避震设定这2个部分相关的内容。那么我们就会分得非常的细，通过不同的状态，我们逐一细细讲解。那么我们会分4大类，在骑行中刹车的时候，首先骑行中代表的是动态，那么刹车的时候就代表 OK， 我只是刹车不给油了。这里强调的是刹车和油门永远是2选1，没有又刹着车又给油的时候。骑行中刹车时，我们分为2大类，第一个就是直线的时候，车身直立的状态下，我去捏前刹。第二部分，骑行中刹车的时候，在弯道车身倾斜的状态下，我去捏前刹时出现的一些体感症状。第2大类，骑行中给油时又分了2类。第3个就是在直线状态下，车身直立的时候给油持续加速，而不是稳住油，是持续的在拧。这个状态下，这是第3类。第4类，弯道中或者叫车身倾斜的时候，我持续加速。弯道中车身倾斜的状态下，持续在给油，这是第4大类。下一节课我们就会开始说，骑行中刹车的时候，在直线状态下，车身直立的时候，我去捏前刹遇到的一些问题应该如何处理，以此类推。在讲完这4大类之后，我们还会逐一的讲一些小细节，比如说翻身时候，单个的翻身弯或者连续的翻身弯，我有一些什么样的体感，什么样的症状，我应该如何处理，以及去使用后刹，不管是单独使用后刹还是跟前刹一起联动，因为我这里写的仅仅是前刹，后刹我们单独说。以及雨天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可能遇到雨天，那么雨天我的避震设定应该是什么样的会更好。那么雨天我们也回头会单独说。在中级课的部分中，我们从原来初级课的静态调车变成了动态调车，遇到的问题就会复杂很多很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拆分清楚，在什么样的状态下，是给油还是刹车，车身是直的还是斜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应该如何处理。好，接下来所有的课程就围绕着这几部分进行展开。好，我们第2课见。